下午，叶晨告别了海伦娜，告别了周良运，一个人启程返回美国。从渥太华到柏林顿并不算远，只是边境稍微麻烦一些。不过，美加边境的管理本就相对松懈，再加上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暗中盯防，对叶晨来说，倒也不算什么难事。顺利入境美国之后，叶晨便乘车前往柏林顿，自己的飞机已经在那里等候，并且做好了起飞准备。此时，在柏林顿国际机场隔壁几十公里外的那个小型机场，国土安全局还在针对那架湾流 G650 进行极其细致的搜查，但始终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。国土安全局也开始怀疑，这件事情会不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作剧，或者是那位情报人员弄错了。不过这种事情，只要开工就没有回头箭，所以他们也必须硬着头皮把这架飞机搜查得彻彻底底才能结案。不过，这完全影响不到柏林顿国际机场的正常运转。叶晨来到柏林顿国际机场，便顺利通过海关，登上了回国的专机。而此时此刻，吴飞燕带着吴天林来到了安家那个已经暂时停业了的通航公司门口。之前的火灾现场，经过警方勘查之后，已经确定没有人员伤亡，所以也暂时按照一般事故处理。所以警察早就撤得干干净净。由于通航公司刚刚发生重大事故，现在陈志民失踪，又没人批款重建，所以这里已经基本陷入停滞状态。现场只留了一名保安看守大门，其他人都已经放假休息。吴飞燕与吴天林走到通航公司门口的时候，门外的安保人员开口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二位，这里已经停止营业了。”吴飞燕看了他一眼，冷声说道：“把门打开。”那人神情一怔，连忙将门打开，恭敬地说道：“二位请。”吴飞燕看都没再看他，便径直迈步走了进去。吴天林紧随其后，很轻松便将几个保安控制住，然后带着吴天林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吴飞燕觉得，如果真要找到与陈志民有关的线索，这里是最关键的地方。此时的通航公司内，烧成废墟的直升机库触目惊心，原本要陆续停入机库的几架直升机，此时也只能蒙起来停在机库外不远的空地上。吴飞燕环视一周，问那个毕恭毕敬跟在后面的保安道：“这里现在荒废着没人管了。”保安连忙回答道：“我们这个通航公司基本上全是为安家服务的，以前安家人在美国的时候，这里非常繁忙，后来安家人离开美国之后，这里的工作量就减了大半。陈总现在联系不上，重建的资金需求提上去了也没人审批，所以就只能先停了。”吴飞燕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“行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退下吧。”保安听了命令，没有一句废话，直接转身朝着大门口走了过去。吴飞燕看了一眼已经烧成废墟的直升机库，迈步走了进去。站在机库中央，吴飞燕闭上眼睛，澎湃的灵气自体内扩散出来，将整个机库完全覆盖。她仔细地感知着机库内的一切细节，但一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，眉头也愈发紧皱。吴天林见他皱眉，便知道进展可能并不顺利，于是待他睁开眼睛之后，便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英主，您有什么发现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吴飞燕摇了摇头，喃喃道：“奇怪，难道那场大火真的无人伤亡？否则的话，我不可能一点都感知不到。”吴天林连忙问：“英主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陈志民和钟永博存在没死的可能？”吴飞燕点了点头：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自然有没死的可能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对方有什么理由吸纳他们两个？”吴天林道：“对方吸纳他们俩，想必是觉得这样能给破青会带来很大的打击，而且也能从他们两人身上得到不少与破青会有关的讯息。”吴飞燕摆摆手：“要真说打击，直接杀了他们，给我的打击岂不是更大？更何况，对方几次三番救安家于水火，必然与安家关系很深。那既然与安家关系很深，又怎么会给在安家卧底10几年的陈志民留活路？”吴天林震惊地问：“英主，那您的意思，还是倾向于他们已经死了？”“对。”
吴飞燕点点头，笃定地说道，就算尸体没在这场大火里，也一定在其他的什么地方。可我想不通的是，既然一切都发生在纽约这个繁华大都会，对方也不可能有禁防炮那种威力巨大的武器，所以他们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，让钟永博连殉报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？吴飞燕这么多年来一直给四大伯爵灌输开泥丸宫的重大意义，他们4个人对开泥丸宫和保元神不死已经深信不疑，只要遇到危险无法逃脱，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开泥丸宫。只要开了泥丸宫，自己留在他们泥丸宫内的阵法就会殉爆。如果是在纽约这么繁华的城市殉爆，方圆几百米内的建筑物恐怕无一能够幸免。就在吴飞燕想不通其中逻辑的时候，她四下环视的瞬间，忽然看到什么，于是立刻向着机库中心位置走去。在机库废墟的中心位置，一架烧成骨架的直升机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。这架直升机的旋翼共有4片，呈十字状交叉，而其中一片旋翼的尾部似乎存在一些不太明显的损伤。吴飞燕立刻走上前去，仔细观察那片旋翼上的小损伤，心中忽地咯噔一下，开口道，我知道钟永博如何死的了。吴天林跟上前来，诧异问道，厅主，钟永博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吴飞燕阴沉着脸道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应该是被这片旋翼斩下了头颅。吴天林顿时骇然，竟有这等离奇事？吴飞燕冷声道，这旋翼上的损伤与人的颈椎宽度一致，正常来说，这种部位根本不可能受到这种不起眼的损伤。而且事发当晚，陈志明让直升机飞去了曼哈顿医院的顶层，而当时钟永博刚好就在曼哈顿医院盯着那个古董商。几个关键因素都在曼哈顿医院出现，对方利用他斩断钟永博的头颅，就十分合理了。吴天林不解地问，钟永博不可能犯这么愚蠢的错误，您刚才又说他死之前连殉报的机会都没有，那这么说来，是有人趁他不备，直接将他的脑袋塞到了这旋翼里，应该是这样。吴飞燕叹了口气，认真道，杀他的人和杀进公伯常胜伯的人应该是同一个。